好，各位好，我係 Terence。上個禮拜五呢個幣市就無厘頭咁樣急跌啦，比特幣就15分鐘入邊又跌咗9%。最奇怪就係呢，成個幣市呢就冇因為呢個冇原因嘅急跌之後，可以迅速咁樣去恢復翻之前嘅水平。呢個就同之前有啲急跌就唔同，即係除非你話係啲Terra嗰啲咁樣嘅咁大鑊嘅嘢觸發嘅急跌啦，就會一跌再跌啦。但係呢啲咁樣嘅到而家成個禮拜都唔知原因嘅急跌咧，到而家都仲未有一個解釋咧。但係又上唔翻去之前嗰啲水平喎，咁其實係好奇怪嘅呢個現象。而家就有啲人講啦，就話成啲大戶減持就觸發咗一啲連鎖嘅沽盤啦，尤其喺 OKX 上面就更加嚴重嘅。呢件事我就越諗越奇怪嘅，我就唔係介懷嗰個急跌嘅發生，係啦，但係就係咧介懷就係急跌之後點解冇迅速上翻去之前嗰個水平，唔係話要去翻Bitcoin 31,000幾嗰啲喎。但就係去翻28,000都 OK 噶啦，就係當冇跌過啊嘛。如果呢啲只係一啲程式沽盤觸發，又冇特別大鑊嘅嘢發生咧，就應該要翻返去嗰啲水平先啱嘅。但係事實上我哋見到嘅就唔係啦，而家個幣市又跌到散晒啦，其實即係啲 altcoin 都好差噶啦，即係喺啲低位跌到即係四腳朝天噶啦，有啲仲跌破個熊市底部嘅。或者係啲半新嗰啲啦嚇，今年思想嗰啲啦，都係挑戰緊第一日上市以嚟嘅嗰個低位啦。我就之前寫咗兩篇就講我嘅睇法嘅，咁我就轉趨再悲觀啲嘅啦。雖然之前我都話覺得今年係先高後低啦，甚至我都講4月嗰陣時我都已經有講過我就懷疑3月嗰陣時嗰個頂就見咗全年嘅頂噶啦。然後就今次急跌之後就嗰陣時電光火石啦，就未嚟得切諗得好深入啦。咁過咗一個禮拜啦，咁我就覺得花咗啲時間就睇清楚啲，就我睇清楚個宏觀嘅形勢啦，就再借鑑我以前嗰啲經驗啦，咁就可以寫得深入啲。我點樣睇呢個我而家嘅幣市嘅悲觀劇本啦？我就會分兩篇文去寫嘅。咁而家呢段嘅podcast 你當係就輕輕講下，其實我係想 cover 嘅就係回顧下2008年金融海嘯嗰陣時。咁點解會講到金融海嘯呢？就因為而家話恒大爆煲咧，有啲聲音講啦，呢個係中國嘅雷曼時刻啊嘛。雷曼時刻就有啲資歷嘅股民炒友應該就會知，就係講緊08年嗰次就係一個貴為嘅其中一間最知名嘅投行雷曼就喺2008年9月就 Chapter 11啦，就破產啦。我自己就對金融海嘯印象好深刻嘅，因為嗰陣時我係做緊銀行，而我喺銀行入邊我係做房地產融資嘅，係啦，我啲客就都不乏一啲係外資一啲房地產投資基金嘅，所以我就比較關注，到而家我都仲唔好話令人回味啦，就係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深思嘅。咁我喺呢一篇文入邊咧就會講好快咁樣 go through 就係金融海嘯嗰個歷程嗰啲時間軸線同埋嗰個股市嗰個關係。簡單啲講咧，其實就我唔好講嗰啲成日每日博士嗰啲啦，即係嗰啲年年月都嗌會爆嗰啲咁嘅嘥氣啦，係嘛？即係講10幾20年爆一兩次咁樣就話佢哋啱啦。咁即係我覺得係冇乜意思嘅，日日講話 the sky is falling 即係冇意義嘅。我比較想拉近翻就係其實譬如話喺07年啦。香港嘅股民咧就可能會記得㗎啦，07年2月咧就發生咗件事，
就係匯控嚇，當時嘅全球第三大銀行嚟噶嘛，亦都係應該我估都係嗰時香港最大市值嘅股票，唔係佢就係中移動噶啦，我估應該都仲係佢嘅。貴為一個香港人嘅愛股啊，呢個大笨象匯控咧就發出盈警喎，咁勁在邊一度咧？就係佢成立咗140幾年以嚟未試過發盈警嘅，咁就發咗盈警，咁先至令到世人啊，尤其香港人咧，就開始聽過咩叫次按。咁佢嘅盈警就係因為佢旗下喺美國嘅子公司就受到嗰啲按揭貸款嘅撥備拖累，所以就會影響咗個公司嘅盈利啦。咁樣咁好，07年2月啦，唔係08年啦，07年2月。咁跟住我就會再繼續講嘅呢篇文就講，其實由成個07年咧都充滿住呢啲關於次按嘅一啲負面消息嘅。係好具體啊，唔係淨係啲傳言嗰啲嘢嚟嘅，唔係有啲以訛傳訛啲嘢，真係發生咗嘅。例如話07年4月就有另一間美國嘅房地產嘅投資信託叫 New Century 又破產啦，然後當時又係其中一間最大嘅投行啦，貝爾斯登就要將旗下一啲嘅同呢啲次按有關嘅對沖基金清盤啦，然後到9月咧就聯儲局已經開始減息㗎啦。07年9月，發生嗰啲咁多呢啲事態亦都有好多 UBS 啲都不斷出呢啲 warning，就係話個次按危機出現咁樣，亦都有唔少嘅破產清盤發生嘅。但係成日環球股市，尤其美國、中國、香港嘅股市喺07年係不斷創新高嘅，係啦，一直出呢啲負面消息就一直創新高，跟住到08年咧就開始嚟啦，嗰啲更大鑊嘅，即係1月份咁樣個 Countrywide Financial 就係其中一個又係美國最大嘅私營嘅呢啲嗰啲按揭公司、按揭服務公司就要賤賣俾美國銀行，然後到3月08年3月，貝爾斯登呢個係曾經仲被譽為個品牌咧，其實係最強大嘅華爾街投行啦，都頂唔順啦，就結果要俾侮辱性地咁樣俾摩根大通收購啊，就結束咗8年嘅歷史。跟住輾轉間去到9月，即係08年9月，應該就係金融海嘯呢啲事件嘅最高峰噶啦。因為首先就係房利美、房太美就被聯邦政府接管咗啦。嗰篇文我有輕輕講下，其實佢哋係咩嚟嘅。咁去到9月中咧，就雷曼破產呢樣嘢就係甚至係都有啲戲劇嘅創作有講到嘅，以呢樣嘢做題材嘅。然後咧，雷曼破產就催生到咧 AIG 都出問題。咁因為 AIG 出問題，佢又要俾聯儲局拯救，所以先至有跟住將亞洲業務分拆，變成今日香港人好熱愛嘅股票，就係 AIA 友邦保險，就係全香港通街都係佢嘅大廈噶啦。就係嗰陣時開始，點解會有 AIA 呢間喺香港上市嘅公司出現咧？就係因為咁樣嘅。然後到10月啦，就通過嗰個7000億救市方案啦，美國。咁呢個都好經典啦，因為同月就中本聰就藉住呢個時機就出比特幣白皮書啊嘛，其實就係針對呢個7000億嘅救市方案而嚟嘅。咁我講咁多嘢係想講咩咧？其實大家再睇翻我篇文入邊有幅圖嘅，就講翻呢啲上面發生嘅呢啲事態，同埋個道指，即係美國股票嘅一個藍籌指數咧嘅走勢嘅配合啊。其實上面成個07年咧都係高位嚟嘅道指，就算到出咗雷曼破產咁大鑊，
佢嗰陣時嗰日跌咗4點幾 percent，係道指都仲有10,900幾，即係比佢歷史高位14,000幾咧，就跌咗廿幾 percent 嘅啫。係啦，即係基本上成個07年初到08年9月中咁大段時間，咁多事發生，先有 Countrywide之前 HSBC 盈警，跟住再到呢啲貝爾斯登，再做到雷曼，再做到 AIG 呢啲咁多事態發生咗。Fannie Mae、Fannie Mac 呢啲呢度應該成21個月，道指都即係11,000到14,000之間嘅啫，係啊，都相對高位嚟嘅，相對高位徘徊。即係跌幅開始轉急咧，就反而係10月就出完嗰個7000億救市方案之後，有啲大幅反彈咗2日之後，再向掉頭急挫，都未止喎。跟住急挫咗一段時間啦，就到11月就喘定彈翻少少，然後就彈到去2009年年初再跌。其實09年頭3個月嗰度係最勁嘅，係由9,000幾跌到去6,000幾嘅3個月內。大家明唔明我想講咩？我想講嘅就係，聽到我哋而家成日都講Lipman moment 就係其實 describe 緊呢啲咁樣黑天鵝事件點樣由一個個別事件衍生到成個環球嘅金融風暴。咁雷曼即係講我哋點解會叫雷曼時刻啫？就係因為好有代表性啊嘛！呢間咁樣嘅咁知名咁大嘅投行嘅 collapse， 其實係一個金融海嘯嘅標誌事件嚟嘅。經常就會覺得其實係呢件事係最大鑊噶啦，係發生咗咁多嘢之後咧，呢件事係最大鑊、最後嗰一擊嚟嘅。但係喺股市上面反映咧，係要後面嗰半年先係最勁嘅跌幅。咁呢個反映咗嘅嘢就係個資本市場，即係今時今日包括埋幣市咧。當年就未有啦，而家就有埋幣市啦。股市、商品、外匯加密貨幣啦，就簡單啲就歸納呢幾樣嘢先。同佢哋嘅走勢同埋嗰個金融事件嘅發生咧，係唔會同步嘅。所以其實咩叫雷曼時刻咧？其實真係好令人反思，究竟係雷曼破產嗰陣時定還是係之前，定還是係之後？所以你從嗰個道指去睇咧，雷曼破產嗰刻咧，其實都唔係跌得好勁嘅，因為最勁嗰橛係3個月後先發生。咁所以雷曼時刻其實係咪應該 describe 緊09年初3個月咧，而唔係雷曼破產嗰陣時嘅08年9月中咧？搞清楚呢樣嘢嘅重要性就在於我哋而家睇翻今時今日嘅恒大一件事，結合埋好多環球成個環境發生緊嘅事啦，就會令到大家會多一個角度去睇，究竟而家其實係咪風暴嘅初期、風暴嘅中期定風暴嘅末期咧？好多時好多評論都覺得恒大申請 Chapter 15，其實大家都唔覺得係一件咩嘅事㗎啦，係眾望所歸嘅，係一個程序嘢嚟嘅。去內房嘅爆破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就應該即係太陽之下無新事，但係都會覺得中國會狂聽到呢樣嘢，就唔會散佈到去全球嘅咁樣。我係唔同意呢一點嘅。咁從呢個金融海嘯嘅反思，然後再結合我對成個宏觀嘅睇法，衍生到我最終對個幣市嘅一啲劇本上面嘅預測咧，我就會喺下一篇文度講嘅。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聽，拜拜。